一场神圣的婚礼现场突然闯入一名女子，此刻台下新娘的父亲脸色变得非常难看。林锦，今日是你姐姐的大喜日子，你快点给我下来。林锦却是朝他微微一笑。我亲爱的父亲，你为什么这么害怕我站在这里？是因为我的出现让你脸上无光，还是因为我让你觉得羞愧？林母连忙出声打断。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你有什么事，等你姐姐婚礼结束后再说。林锦却放声大笑起来，笑得身子微颤。胡话！我林锦再也没有比现在更清醒的时候了。他手指着前面穿着价值百万婚纱、装扮的精致的林婉儿。姐姐，我林锦可没有这样的姐姐，她是天上的公主，我只是地上的烂泥，我又有什么资格做她的妹妹？她身上流淌着高贵的血统，我身上流淌着的是最低贱、肮脏的血液，我配做她的妹妹吗？此刻，其他的宾客终于回过神来。她不是林家8年前认回来的女儿吗？听说林锦才是林家的亲生女儿，而那台上的新娘是林家的养女。是亲生女儿又怎么样？活得还不如一个养女。这个林锦之前18年都生活在贫民窟里，即使后来进入林家后，也改变不了她身上的贫穷与卑劣。她今天过来干什么？该不是想要抢她姐姐的未婚夫吧？两姐妹抢夺同一个男人，林家的面子要丢尽了。宾客的话语让林嘉诚脸上无光，他对着林锦怒斥道：你闹够了没？赶紧给我下来，别在上面丢人现眼。我的父亲，你不装慈父了吗？林锦，我最后一次警告你，立刻马上离开这里，并向你姐姐、姐夫以及所有的宾客道歉。你说的对，我是应该道歉。林嘉诚听到这里，心里稍稍舒服一些，下一刻却听到了令他无比震怒的话。在这里，我要向我的好姐姐道歉，对不起，是我不该来这个家里，让你受委屈，让你痛苦，让你抬不起头。我更要对我亲爱的父亲和母亲道歉，对不起，是我不自量力，是我痴心妄想，想要得到你们的爱，是我太自以为是，以为处处做到最好，你们就会像对林婉儿一样，对我露出慈爱的微笑。可惜我错了，不管我做得再好，考得再好，都抵不过林婉儿的一滴眼泪。她只是说一句不如我，被人嘲笑，你们就命令我不许超越她。只要她说一声想要我的东西，你们就要我双手奉上。只要她流一滴泪，那都是我的错，因为我的存在让她难过，让她难堪。你们既然如此不喜欢我，不想见到我，为什么要将我带回来？为什么？林锦的话让在场所有人感到震惊和无言，他的悲凉笑声如同肋骨般重击在每一位宾客心头。一场神圣的婚礼现场却被一名女子无情打破，说出的话语更是令人震惊。你们永远不会明白，当我知道自己有亲生父母时，我有多高兴。我再也不是别人口中的野孩子、小杂种了。那时候我对自己说，爸爸妈妈没有不要我，只是不小心将我弄丢了。他们是爱我的，你看，他们来接我回家了。可惜我错了，大错特错。你们的爱全部给予了林婉，而我只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可怜虫。看着你们一家三口亲亲密密的相处，我就像是一个外人，永远无法融入到你们之中。明明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是母亲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为什么你们要如此残忍的对我？有时候我真的怀疑林婉儿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母亲，我真的是你们的孩子吗？为什么你们给了我希望，又让我绝望？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为什么？为什么？我情愿做一个无父无母的野孩子，也不要再做你们林家的女儿。那一声高过一声的凄凉质问，让在场的宾客静若无声。一旁的林婉儿装作担忧与生气的样子。妹妹，不要闹了好吗？算姐姐求你了，你上次一闹，气死了爷爷，这一次难道想气死爸妈吗？我知道你恨我，恨我不肯将依云哥哥让给你，可是依云哥哥爱的是我，我与他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我什么都可以让你，但爱情无法相让。林锦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林婉儿还是这么会做戏，不愧是当演员的人，让所有人误以为自己闹这么一出是为了抢夺一个男人，那个男人还是自己的姐夫。不等林锦开口，黄依云就一脸厌恶地看着他。林锦，我告诉你，我黄依云就是娶猪娶狗，也不会娶你这个不知廉耻、蛇蝎心肠的女人。林锦没有理他，冷笑着走上前，一把抓住黄依云的衣领，将她甩飞。黄依云痛晕过去，黄家父母两人急得满头是汗。黄母见识到林锦的疯狂，却不敢对他怎么样，于是转头对上林母怒骂道：这就是你们养的好女儿，如果我儿子有什么不测，我定要你们林家付出代价。林母立马陪笑道：亲家母不要生气，别这么喊我，我们黄家可当不了你们林家的亲家。林嘉诚直接冲上台，抬手就往林锦的脸上打去，巴掌还未落下，就被林锦一脚踢飞出去。林母傻眼了，断然不敢相信那个老是可怜兮兮、软声软语、从来不敢违抗他们命令的女儿会对丈夫动手。林锦，你怎么敢对你爸爸动手？你太无法无天了。林锦无所谓的笑了。当我不再稀罕亲情时，你们有什么资格命令我？
当我不再做林家人时，你们是个什么东西？从此以后，我不叫林锦，我叫石锦。我是无父无母的锅，是没人要的野孩子。这一刻，他重新做回了那个无所畏惧、光芒四射的石锦。他再也不是那个卑微的，如同乞丐一般，渴求着父母给予自己一点点怜爱与温暖的林锦。石锦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准备拉着林婉儿一起陪葬。关键时刻却被自己最信任的大哥哥背叛，丢了性命。林婉儿更是说出石锦的遭遇都是他设计的。石锦在他恶毒的言语刺激下，生生挺住，死死地盯着他。林婉儿看着他那满含恨意又不甘的眼神，继续恶毒地说道：“瞧瞧，多漂亮的眼神，我都有点舍不得这么快将你解决了。毕竟我还没玩够，可惜易云哥哥不想再看到你，我只能送你下地狱。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你不该回来。林家的一切本就是我的，你只配当臭水沟里的老鼠。”就在这时，以林母为首的一群人蜂拥而上，围在林婉儿的身边。她狠厉的眼神转眼变成了痛苦。林母焦急万分地说道：“婉儿，你没事吧？快让妈妈看看你有没有受伤。”妈妈，对不起，是我害了妹妹。别提那个扫把星，她死了也是活该。林嘉诚也出声宽慰道：“这件事不关你的事，是他自作自受。都是妈妈不好，都是妈妈的错。当初就不该让这个丧门星进门，都怪妈妈，差点害了你。别提那个孽障，我林嘉诚这辈子就没这个女儿。”方才开枪的儒雅男子走到他们的跟前，冷冷地瞥了一眼地上的石锦，转头看向林婉儿时，眼中满是柔情。“婉儿，你没事吧？都怪哥哥不好，将你置身在危险之中。”“秦哥哥，不是你的错，你不要自责，是我不好。现在妹妹她，我好害怕。”秦宇想要上前安慰，但碍于周围的人，只能忍下。周围林家人不住地安慰林婉儿：“你这个孩子，他都这样对你，你还想着他死了也是活该。他死了才是对社会最大的帮助。”婉儿，你真是太善良了。秦宇看着陷入自责的婉儿，眼中掩不住的爱意。这就是他喜欢的人，永远都是这么善良，即使被人如此对待，还能不计前嫌。再看看那个恶毒的女人，心思歹毒，留在这个世上也是祸害。林婉儿听着周围的人安慰，低垂的眼睑下掠过一抹得意。漂浮在空中的石锦看着自己的尸体，他死了，被自己最信任的大哥哥给杀了。那个同样讨厌林婉儿的大哥哥，私下里居然爱慕着林婉儿，真是好演技。好算计，这一算计就是8年的时间，整整8年，取得了他的信任，到最后给自己狠狠捅了一刀子。酒店安保人员看向林父：“林先生，你女儿的尸体。”林父冷漠地说着最无情的话：“我们林家没有这个女儿，她的尸体要扔要烧，随便你们。”所有人都走了，只留下酒店的工作人员以及一具冰冷的尸体。漂浮在空中的石锦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吸力席卷，下一秒竟回到了8年前被林家认回来的那天。那是他第一次坐上豪车，第一次踏上回家的路。他的手放在手臂上，慢慢的，一点点的用力，狠狠地掐着手臂，手臂上传来的痛楚清晰无比。这一切是那么的真实，他重生了，回到了他一生悲剧的开始。重生回来的石锦站在别墅的大门口，望着眼前华丽大气的庄园别墅，嘴角上挑：“林婉儿，我又回来了。”曾经的他第一次踏上这段台阶时，心情是期待的；如今当他再次踏上这段台阶时，心中却只是恨。走进家里，秦君婉看着石锦手里的破布袋子，眉头紧皱：“你那是哪里捡来的垃圾？赶紧丢掉去！瞧瞧那脏兮兮的样子，不知道沾染了多少细菌，婉儿碰到了会过敏的。”石锦神色平静：“这是我的东西，夫人是不是觉得我全身上下都是细菌？的确，从医学的角度而言，我的身体上是有很多细菌。同样，夫人你身上的细菌也只多不少。”秦君婉愣住了，一脸受伤地看着他。正在这时，楼梯口的方向传来了一道清脆甜美的声音：“是妹妹来了吗？”在少女的身后，还有一个儒雅的中年男人。石锦的目光牢牢地定格在林婉儿的身上，心中只有滔天的恨意。林婉儿打量着面前人，她的长相是她见过的朋友中最出众的，这让林婉儿心里有些不舒服，嘴上却高兴地说着：“小锦，我能这么叫你吗？叫我石锦。”林婉儿一脸失望，但很快露出甜甜的笑容：“石锦妹妹，我和你介绍一下，这是爸爸，这是妈妈。以后我们会在一起生活。”自林婉儿下楼后，秦君婉脸上的笑容就从未消失过。至于旁边的林嘉诚，即使看到了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脸上也没有任何的笑意。秦君婉温柔地说道：“石锦，以后你要和你婉儿姐姐好好相处。虽然婉儿不是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已经决定收养她，她以后就是你姐姐，你好好照顾她，知道吗？”我只听说过姐姐照顾妹妹，没听到过妹妹要照顾姐姐的。秦君婉唇角的笑容僵住了，林婉儿撒娇地说道：“妈妈，石锦妹妹刚来家里，你由我照顾她才是。哼，你把我想得太娇气了。”秦君婉立马被逗笑了。林嘉诚也开口道：“婉儿懂事了。”旋即对着石锦说道：“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想要什么缺什么，直接告诉你妈，让她帮你置办。”认识完了，那我带妹妹上楼回房间了。说完，林婉儿便带着石锦走向2楼。
映入眼帘的房间依旧是前世他所住的房间。林婉儿含笑着问道：喜欢吗？这可是妈妈和我一起为你精心布置的。和妈妈一起布置，多么亲昵的称呼！这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自己，他即使不是林家的孩子，但是父母依然疼爱他。这是在无形的宣示自己在林家的地位，是在无时无刻的提醒他。能带我去看看其他房间吗？你不喜欢这个房间吗？石井没有回话，林婉儿懂了，这是不满意，于是她贴心的说道：等会看中哪个房间，你可以跟我说，只要我喜欢就能住吗？当然，你想住哪间就住哪间，这里可是你家。这间是爸爸妈妈的房间，那是哥哥的房间，哥哥是爸爸妈妈收养的儿子，现在在国外做交换生，还有1个月才能回来。林婉儿介绍了所有人的房间，却唯独没有介绍她自己的房间。石井哪里不知道她那点小心思，于是他手指着斜对面的那扇门。那是谁的房间？林婉儿心头一紧，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是我的，我想看看。来到林婉儿的房间，房中的摆设精致贵气，大到家具，小到一个垃圾桶都是价值上万。我看好了，就要这间房。他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没死在外面？石井来到林婉儿的房间，我看好了，就要这间房。林婉儿的手不自觉地握紧。我就知道他一来就会抢走属于我的东西。可这是我的房间。你不是说所有的房间任我选吗？原来你说的只是客套话呀。石井妹妹，其他房间都很好，你可以选其他房间。这间房间姐姐住习惯了。秦君婉与林嘉诚路过，注意到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些不对。秦君婉疑惑地问道：怎么了？林婉儿委屈地说道：石井妹妹不喜欢我们替她准备的房间，让我将我的房间让给她。瞧瞧，这说话的水平，永远是在软声细语里给你下绊子，拉仇恨。秦君婉眉头微微皱起。小锦，这是姐姐的房间，其他的房间你可以随意选。石井没有回应，反问一句：这里真是我家吗？当然。你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吗？自然。这里既然是我家，你们又是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我就不能住自己想住的房间？要为了一个外人委曲求全？我只是想要体验一下原本该属于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难道不行吗？秦君婉噎住了，一直未曾开口的林嘉诚出声道：婉儿，搬出来，这间房让给石井。林婉儿一脸受伤地看着林嘉诚。好，我搬。林婉儿心中怨恨，我就知道他一来，属于自己的一切都会被他抢走。现在是房间，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东西。他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没死在外面？秦君婉注意到女儿委屈的模样，心疼不已。小锦，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姐姐的房间呢？其他房间你要是不喜欢，可以叫设计师来按照你的喜好设计，那不是更好？这个房间我就很喜欢，他之前不是说要照顾我吗？现在让他让个房间就不愿意了吗？秦君婉还想说什么，却被林嘉诚打断。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婉儿搬出来，这个房间给石井。纵然秦君婉心有不满，却没再多说，只能安抚林婉儿。隔壁房间也不错，你要是不喜欢那个风格，妈妈给你请最好的设计师设计成你喜欢的样子。好的，妈妈，只要石井妹妹开心就好。她一直教养长大的婉儿，何时受过这种委屈？秦君婉心中不免对这个刚进门的亲生女儿有些怨怼。这孩子在外面长大，一点教养都没有，看来以后还得好好教，否则就这样带他出去，丢的是我们林家的脸面。林婉儿搬走了她的东西，唯独留下了一些衣服。石井妹妹，明日有一个小型的聚会，要不要与我一同去？不去，我与他们又不熟。那些人都是爸爸妈妈好友，或者是一伙班上的子女。作为林家的女儿，必须与这些人交好。你不用害怕，我会照顾你的。石井假装温柔地说道：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就去看一看。林婉儿见她答应了，面上掩不住的喜色。石井妹妹，去那种场合可不能穿这种衣服。那我应该穿什么衣服呢？现在去买衣服太迟了，也挑不到什么好衣服。还好衣帽间里给你留了不少新衣服，那些衣服都是全新的，我从未穿过，妹妹不会介意吧？石井笑着说道：婉儿姐姐，我怎么会嫌弃呢？难为你为我考虑，我感激都来不及。你不介意就好，那妹妹早点休息。婉儿姐姐，你也注意早些休息。看着林婉儿离开，石井唇角的笑意渐渐的变冷。前世我的好姐姐就是用了这么一招，让我在所有人面前颜面尽失。那时候的她贴心的将衣服留下，告诉我这些衣服都是她从未穿过的。我天真的以为她是好姐姐，却不知这些衣服都是她穿过，且是过时的衣服。那一日，所有人都知道我穿的是林婉儿的二手衣服，如今林婉儿又想要故技重施，那我就奉陪到底，好好陪你玩一玩。重生回来的石井抢了林婉儿的房间，林婉儿心中怨恨，哄骗石井穿她不要的旧衣服，在所有人面前丢脸。次日，林婉儿早早的等在客厅，只要石井穿着我穿过的衣服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那场景想想都让人浑身舒爽。很快他就会成为上流社会里的笑柄。秦君婉看着精心装扮的女儿，很是满意。婉儿，这是要出去吗？是啊，我准备带诗锦妹妹去认识朋友。就在这时，石锦也走了过来。走吧。母女两人转过头，当目光触及到她身上的衣服，秦君婉皱起了眉头，非常愤怒。你怎么穿这种衣服？有什么问题吗？你穿这样出去，是诚心让外人看我们林家的笑话吗？你是想告诉所有人，我们林家苛待你吗？林婉儿赶紧出声安抚着。妈妈，消气，气坏了身子，我会心疼的。诗锦，赶紧给妈妈道歉。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我是没穿衣服，还是去偷去抢了？怎么就让她难堪了？我穿的衣服干干净净，整整洁洁，怎么就丢林家的脸面？秦君婉气的胸口处上下起伏。你是要气死我吗？那我是不是应该穿林婉儿穿过的旧衣服出去见她的朋友？那样的话，林家才会很有面子，脸上更有光。什么更有光？林嘉诚也走了过来，林婉儿急急的抢先一步解释道：妈让石锦妹妹穿好一点的衣服出门，妹妹觉得被冒犯到了，与妈犟了嘴。你妈说的没错，女孩子应该穿裙子，你这身衣服该换一换。我这身衣服出去见人会丢林家人的脸，我穿着别人不要的旧衣服出去，是不是更有面子？还是说林家有规定，出门见朋友得穿别人的旧衣服？听到他话中的讽刺，林嘉诚皱起了眉头。什么意思？我的好姐姐让我穿着她的旧衣服去见她的朋友。见父亲看来，林婉儿满脸委屈。爸，我没有。石锦，你小小年纪怎么就能撒谎？婉儿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她是没说过，但她确实这么做的。我衣柜里除了我带来的几身衣服，其余的都是林婉儿不要的旧衣服。你们不让我穿自己的衣服，不就是逼着我穿她的旧衣服吗？如果我真的不为林家考虑，恐怕要不了1天的时间，整个汉城市上流圈子里就会传出林家的亲生女儿穿着养女的旧衣服出门见人。一旦有些人拿着这件事借题发挥，在网络上这么一宣传，你猜后果会怎么样？石锦看到林嘉诚面色变了，心里笑了。我这个父亲对谁都不看重，最看重的就是他的公司。谁要是做出伤害他公司的事，他绝对不会轻饶。林嘉诚看向石锦的目光变得柔和。你考虑得很周到。随即看向林婉儿。爸爸，不是那样的，我真的没有那么想过。林婉儿想要辩解，但不知该如何说，因为只要上楼一看，就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这个时候辩解，只会让父亲不喜。秦君婉见到林婉儿眼中泛着泪，立马心疼了。瞧你把婉儿吓得，婉儿那么多衣服，怎么可能记得起哪些是她穿过，哪些又是她没穿过的？石锦冷眼地看着秦君婉，这就是我的母亲，在她的眼里，林婉儿才是最完美的女人。即使将她丑陋阴暗的嘴脸摆在她的面前，她总能替林婉儿找到千百种理由。不管她说什么，她永远都相信林婉儿的话。在她的眼里，林婉儿是知书达理、高贵优雅的淑女，而我只是没教养的野孩子。秦君婉看向石锦，婉儿是一番好意，你不领情就算了，还在这里挑拨离间，这种恶习我们家绝对不允许存在。够了。他拿出一张卡递给了石锦，喜欢什么衣服自己去挑。林家的女儿不需要穿别人穿过的衣服，不用替爸爸省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石锦收下了卡，笑容可掬地看着林婉儿。我去购物了，聚会还是你自己去吧，祝你玩得开心。他的微笑就像是无形的巴掌，狠狠地打在林婉儿的脸上，让她生疼。我们店里的衣服不卖给那些穷鬼，这些穷鬼穿上我们家的衣服只会拉低品牌的档次。说着转头看向石锦，像你这样的人只适合穿地摊货，这里不适合你，有多远滚多远。石锦来到商场，导购员注意到他身上衣服的价位，贴心地说道：女士，我们店里最近有打折活动，力度非常大。你看这件衣服原价需要4800元，现在只需要2700多。哪些是打折的衣服？这一排的衣服都是打折的，除这些，其他的通通给我打包。导购员一愣，不确定地再次询问道：女士，你是说将那些新款全部打包吗？有什么问题吗？一张银行卡递到他的面前，看着面前的银行卡，导购员连连摇头。没问题，女士，你身上的衣服需要换一下吗？你想要穿哪件？石锦手指着那件红色的连衣裙，因为红色就像是阳光，能温暖他的心。当石锦从更衣室出来时，等候的导购员眼中尽是惊艳之色。女士，这简直太适合你了，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这是他由内而发的真心话。石锦看着镜中的自己，眸色深沉。从今日以后，他只做自己，不再为谁而委屈自己。石锦结完账后直接离开，至于购买的衣服由他们负责送回家中。与此同时，林婉儿正与几个小姐妹逛街，其中一位小姐妹眼尖的注意到了石锦。你们看那个女的身上穿的那件红色衣服好好看，
我们也去买一件吧。林婉儿在看清楚来人时，脸色立马变了。纪元生关切地问道：“婉儿，你怎么了？你认识那个人？”林婉儿眼中泛着泪花。我们赶紧走吧。他是谁？你怕什么？我们走吧。若是让他看到我又会……纪元生突然想到了什么，他不会就是你爸爸妈妈收养回来的女儿吧？一个养你也敢欺负你，婉儿，不是我说你，你未免太善良了，真是翻了天了。走，我们去会会他。此时的石井已经横扫了3家店，现在正横扫第4家。这些样式的衣服通通不要，其余的给我打包。导购小姐惊喜连连。好，没问题，你稍等，你先到休息区喝杯咖啡，很快处理好。等一下，石井看着走近的3人，每一次他与林婉儿的争斗，这些人总是护在他的面前替他出手，而林婉儿只需要在他们的身后继续扮演天真善良的人。导购小姐认出了纪恩生。二小姐，我们店里的衣服不卖给那些穷鬼，这些穷鬼穿上我们家的衣服只会拉低品牌的档次。说着转头看向石井，像你这样的人只适合穿地摊货，这里不适合你，有多远滚多远，别脏了我们的地方。石井有些意外，没想到这家店是纪恩生季家的产业。导购小姐为难地开口道：“二小姐，这位客人他已经要买下那些衣服了。他付钱了吗？我这边正准备去刷卡。那就是没付钱了。我现在命令你，不许将衣服卖给他，凡是我们季家品牌旗下的衣服一律不许卖给他。”导购员一脸为难：“怎么，我说的话不好使？那要不要我去请你们的总经理过来？”导购员闭上了嘴，心里却是气愤不已。一旁的石井开口了：“你刚刚说什么？”林婉儿紧张地走上前，温温柔柔地劝说着：“小锦，你不要生气，恩生心直口快，没有恶意的。他的意思是你不太适合这个品牌衣服的风格。”他那副害怕石井生气的模样，顿时让纪恩生几人恼火了。于欣欣将林婉儿护在身后，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石井主动挑事，找人麻烦。婉儿，你怕他做什么？我们家的店不欢迎你，像你们这种穷屌丝，即使穿上了我们的衣服，也穿不出他的气质。既然是屌丝，就应该有屌丝的觉悟，穿你们该穿的地摊货。你们这种人，就算穿上了 LB，依然掩盖不了身上的穷酸味。你们衣服放在这里，我作为消费者就有权利买，除非你们将衣服全部撤走。纪恩生笑了，嘲笑他的无知愚昧。今日我就将话放在这里，这里的衣服不卖你们这种穷屌丝。你要能从这里买走一件衣服，算我纪恩生输。哼，好大的口气！你以为这商场是你们家开的吗？于欣欣也走了过来。很不巧，这家商场就是我家开的。瞧瞧你这穷酸样，还是别来这里，我怕脏了地方。更怕你身上的穷酸气息污染了商场。林婉儿站在一旁，看着石井被人群起攻之，心里非常痛快，面上却很焦急。你们不要这样，有话好好说。你们说的可真好。纪恩生与于欣欣愣住了，林婉儿亦是一脸懵逼，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被人骂了还如此开心，是不是有病啊？石井怜悯的目光自3人身上扫过，最后停留在纪恩生与于欣欣2人的身上。你们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说着，人从林婉儿的身边走过，纪恩生冲着石井离开的背影说道：“有些人啊，别以为进入了林家就是豪门千金了，乌鸦就是乌鸦，即使飞上了枝头也成不了凤凰。一个养女算什么东西？”石井脚下的步伐一顿，转过头看向于欣欣。养女？林婉儿心头一惊。欣欣不要说了，我刚刚被认回来，还没有正式向上流社会圈子里正式介绍，所以知道的人很少。于欣欣几人知晓我，应该都是通过林婉儿的嘴。石井似笑非笑地看着林婉儿，然后笑着离开了。林婉儿心中惊讶他这么快离开，且没有戳穿他的谎言。他会这么好心吗？不可能，他一定是在憋着什么坏主意。于董事长一巴掌打在于欣欣的脸上。不指望你为家里做什么，但你能不能学聪明点？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还需要我教你吗？石井从商场里离开了，但在纪恩生3人眼里，石井就是落荒而逃的。但见林婉儿担忧的模样，2人不解地问道：“婉儿，我们帮你羞辱了那女人，你怎么不开心？”恩生，我担心她回去告状，若是爸爸和妈妈听信了她的话，一定会怪我的。纪恩生天真地说道：“你爸爸妈妈这么爱你，怎么可能会为了一个外人怪你？你不知道我爸爸妈妈有多喜欢他，他现在住的就是我以前的房间。”什么？那个女人还抢你的房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一定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她走。不急，以后有的是时间。敢欺负我们的闺蜜，真是活腻了。另一边，石井从商场出来后，拿起手机，脸上露出一抹冷笑。他拨通了一个熟悉的号码，这是前世与他合作过许多次的狗仔。视频发到你手中，不管你用什么法子将这件事炒热，我给你50万，定金10万，事成之后再付尾款。没问题。
当天晚上，网络曝光出一段偷拍的视频，视频里某富豪家的千金大放厥词地说，穷人不配穿他们家品牌的衣服。更有意思的是，某商场家的千金同样大言不惭地直言穷人会污染他们家商场。这一段视频，即使媒体在主人公的脸上打了马赛克，但是依旧逃不过网友的神通广大，很快将两人的身份扒了出来。随着这件事的热度，讨论度越来越大，网络上已经全民刷起了抵制的言论。于家，于董事长一巴掌打在于欣欣的脸上。不指望你为家里做什么，但你能不能学聪明点？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还需要我教你吗？于欣欣满脸含泪，爸，我做错了什么？一上来就打他，没头没尾骂着，让他心里很是委屈。于董事长气得不轻，你还委屈了？于董事长将手机丢给他，你自己好好看看，网上都说了一些什么。于欣欣看到上面的内容后，脸色刷的一变，尤其是看到下面网友的评论，一个个恶毒至极，于欣欣气炸了。这些人是不是有病？我骂的又不是他们，我是在骂林家那个养女，关他们屁事。于夫人对着于董事长说道，先把事情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化才是关键。老公，公司那边准备怎么处理？联合纪家一起删除网络上的负面消息，将消息压下来，减少集团的负面影响。于夫人摇头，不妥。怎么说？欣欣的话戳中了这些人的痛处，现在所有人正在气头上，贸然删除评论，恐怕会适得其反，让一些极端分子揪着这件事不放。现在最好的法子就是放任之，网友们的记性都很短，过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忘了。不行，这影响太大。今日公司的股价因为这件事已经跌停板，若是不及时处理，股价很有可能会持续下跌，到时候股东们该闹了。一直这么放着自然不行，我们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于夫人看向于欣欣，你刚刚说林家的养女是怎么一回事？还能怎么回事？不就是一个贫民窟里出来的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林家收养了她。那女人可威风了，以为自己进了林家就是林家的女儿。更可气的是，不知道她怎么哄的林伯父、林伯母，竟然让她住进婉儿的房间。于欣欣气鼓鼓地说着，一脸为好朋友打抱不平。于欣欣心无城府，没有那么多想法，但于是夫妻两人不同，两人对视一眼，看出了猫腻。这些事是谁和你说的？当然是婉儿喽。我们见婉儿心情不好，追问之下才得知，婉儿的性格你们是知道的，她从来不会说这些东西。于夫人看着心思单纯的女儿，不住地摇头。你让宋嫂给你脸上敷一敷。将女儿赶走后，于夫人对着于天明说道，秦君婉的性格不像是会突然去领养孩子的人，当初领养林自明就很不情愿，这好端端的领养一个女孩进门不合常理。于天明也认同的点点头，他拨了一通电话，去查查看林家那个养女是什么情况。对，就是养女，越详细越好。20分钟后，调查的信息回来，于天明有些唏嘘地说道，猜测的没错，刚领回来的那个孩子是林氏夫妻两人的亲生女儿，倒是小婉那孩子是报错的。于夫人惊讶，随后露出恍然之色，怪不得了，婉儿那个孩子没有与欣欣说实话，说起来这件事皆因他而起，正好就拿他来解决两家的麻烦。随后于夫人找到于欣欣，你啊，以后多长点心。于欣欣委屈地嘟着嘴，妈妈，连你也说我，以后婉儿说什么你别什么都听，得动动脑子。于欣欣心中正生着闷气，哪能听得进去？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与此同时，石井接到了一个电话，网络上的风向变了，两家应该出手了。如果你还想持续保持热度，那只能砸钱买水军，不然玩不过对方。石井平静地说道，不用了，这件事就到此结束，尾款我现在转给你。你反了天了，你打了姐姐，还敢对我动手，在你的眼中还有没有将我这个母亲放在眼里？石井刚走出楼梯口，身后传来一声厉喝声，站住！他想质问石井网络上的事是不是他做的，石井却没有理会，径直往下走。秦君婉和林嘉诚听到动静纷纷跑来。婉儿，你怎么在地上？林嘉诚眉头微微皱起，这是怎么了？我没事，爸妈，你不要怪妹妹，是我自己不小心跌倒的。秦君婉顿时怒了，抬手就往石井的脸上挥去，只见石井牢牢地拽住他的手腕，随即往后一推。你反了天了，你打了姐姐，还敢对我动手，在你的眼中还有没有将我这个母亲放在眼里？切，你当我是你的女儿，我就当你是我母亲；你不当我是你女儿，你就不是我母亲。秦君婉转头看向林嘉诚，老公，你看看他说的什么混账话？混账话，你就听信了他的一面之词，抬手就打。敢问你可有将我当你的女儿了吗？没有的话，又有什么资格说我？妈，真的与妹妹没有关系，是我自己不小心，不要怪妹妹，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不好。他越是如此急切地认下所有的罪名，秦君婉越是不信。老公，你看看婉儿，再看看她，这个丫头不在我们身边生活，养了一身的坏习惯，说谎张口结来。这要是让其他家瞧见，林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到底怎么回事？林婉儿急急维护道：“爸爸，不要怪妹妹，是我的错。”林嘉诚看得眉头直皱。你说，正如他说的那般，他自己眼神不好，跌了一跤。林婉儿在看到林嘉诚与秦君婉两人陡然升起的怒，眼底闪过一抹得意，但他觉得这样还不够。爸妈，你们看，我说的是真的吧？妹妹真的没有推我，是我自己不小心跌倒的，你们不要生她的气。向你姐姐道歉。秦君婉却不满意。今晚的晚饭也别吃了，饿了能让你脑袋清醒清醒，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道歉，的确是该道歉，不过是他向我道歉。夫妻两人正要发怒，石井连忙打断：“不要急着骂。”石井喊来一名女佣，女佣刚走到他的面前，石井将目光看向林嘉诚，看明白没？林嘉诚不是秦君婉，哪能还不明白？冷厉的眼神看向林婉儿。林婉儿被他的眼神看得有些发虚，林嘉诚没法责怪他，因为他都说了是自己的原因，是他们自己不信。林嘉诚看向秦君婉：“以后问题没搞清楚，别瞎嚷嚷。好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小姐，下周你与婉儿一起去盛德学校报道，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问婉儿。婉儿，你在学校里要多照顾你妹妹。”林婉儿甜甜的应道：“好的，爸爸。”石井则淡淡的应了一声：“至于林婉儿诬陷的事，夫妻二人只字未提，更别说惩罚林婉儿，就连口头上的训斥都没有。这就是他的亲生父母，看不到他的委屈，只看到了林婉儿的伤。你怎么能这么恶毒，诅咒你姐姐死？是不是在你的心里巴不得她死？婉儿是哪里对不起你，让你如此诅咒她？”林婉儿的房间里，他接到了纪恩生的电话。纪恩生气冲冲的质问：“你为什么要骗我们？”恩生，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石井到底是什么身份？林婉儿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你是不是听谁说了什么？听到林婉儿声音中带一丝丝啜泣，纪恩生有些不忍再继续责问：“你自己去网络上面看看吧。现在估计整个汉城市的人都知道你们林家的事。”挂断电话后，林婉儿慌忙查看最新的资讯，在看到各大主流媒体上大肆报道着关于林家真假千金的事后，林婉儿的心沉入谷底，一股羞意瞬间蔓延全身，恨不得钻入地洞。石井，你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抢走我的身份，还有我的东西？林婉儿一脸狰狞，眼底满是怨毒之色。第二天，林婉儿病了，高烧不退。石井正吃着早饭，王妈提醒道：“小姐，要不要去看看大小姐？”吃完饭再去。秦君婉照顾了一晚上，走到餐厅，就见着石井好像无事人一样，坐在那里吃着东西，心头的怒火蹭的一下冒起。你还有没有良心？婉儿还生着病，你却能在这里安然的吃早饭。哼，她病了，是不是我也要生病才是对的？是不是她死，我也要跟着一起陪葬？你怎么能这么恶毒，诅咒你姐姐死？是不是在你的心里巴不得她死？婉儿是哪里对不起你，让你如此诅咒她？秦君婉越说越生气，看他的眼神越发不顺眼。石井无所谓的说道：“你觉得哪句话是我诅咒她不得好死？那就当我诅咒她好了，只要你开心就好。”他的这种态度彻底的激怒了秦君婉，他抬手朝着他脸颊而去。石井抓住他的手，冷然的说道：“我回来不是专门让你打我脸的。”石井狠狠一甩手，秦君婉身子不稳，重重的摔在地上。石井看都没看他一眼，径自离开了餐厅。来到盛德学校，石井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他闭上眼，感受着繁花似锦之下那充斥着腐败气息的校园，唇边勾起一抹邪气十足的笑。亲爱的同学们，我石井又回来了，这一次我一定会好好的陪你们玩一玩。正在此时，后方传来了一阵骚动。易云来了，黄逸云好帅啊，好想成为他的女朋友。哈哈，你别想了，他可是林婉儿的未婚夫。亲，林婉儿又不是林家的女儿，那她就不是黄逸云的未婚妻。你也别忘记了，不是还有一个正牌的林家女儿？我可是听说了，那个女人一直生活在西郊的窝棚区，那地方出来的女人，给我们家逸云提鞋都不配。听说住在那里的女人都不干净，都是做那种做坤的。你们说林家那位是不是也是那种人？我看八成是。说起来林婉儿真是可怜，本来是堂堂的林家大小姐，如今却成了养女。听着周围人的议论，从黄逸云开始，一直到扯到他的身上，石井的神色始终如常，甚至觉得有点可笑。真是穷酸沟里出来的学生，一点见识都没有，以为盛德学院是你以前屁大一样的学校吗？学校里其他同学的议论没有影响到石井，唯独看向黄逸云的眼神格外的冰冷。前世凡是欺他辱他之人，今生他会一一讨回，谁也逃不掉。石井收回目光，准备转身离开这里。突然柳依叫住了他：“前面的同学稍等一下。”听到身后熟悉的声音，
石井停下脚步，转过身，似笑非笑地看着面前的少女，惊喜还真是无处不在。来的人竟是那个吃着她的、用着她的、一直躲在她羽翼之下的好闺蜜。前世我在得知林家要将我送给一个老变态后，我费尽心思的逃出来，然后找到了柳依依，想要让她给自己一笔钱，帮我离开汉城市。可是这个女人嘴上满口答应，转眼就将自己所在的位置透露给林家。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她要这么对我，后来才知晓，原来她一直嫉妒着自己。在她的眼里，自己应该与她一样活在臭水沟里，不应该成为林家的女儿。柳依在看清来人后，眼中满是惊讶之色。天哪，锦儿，我真的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我听说你被亲生父母接走了，我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还能在这里见到，我真是太开心了。以后我们又是同学，真是太好了。锦儿，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能把你送到圣德学院里来，一定是很厉害吧？他上前想要挽住她的胳膊，却被石井轻巧地避开。锦儿，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将这个名额让给你，也不想看到你与我生分。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石井平静地说道。你不去教务处报到吗？再不去的话，可就要迟到了。我听说圣德学院的规矩很多，要是你第一天就迟到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劝退哦。那我先走了，回头我再来找你。看着离去的柳依依，石井悠哉悠哉地前往教务处。石井刚走进办公室，就看到了教导主任正在训斥柳依。你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一点时间观念？你当我们圣德学院是你家吗？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主任，对不起，我刚刚迷路了。知道自己方向感不好，就不知道早点过来吗？真是穷酸沟里出来的学生，一点见识都没有，以为圣德学院是你以前屁大一样的学校吗？对不起，对不起。石井慢慢走近，两人转过头来，在看到来人是石井后，柳依依高兴不已，以为石井能替他分担主任的怒火。王主任刚想训斥，但看到眼前的少女穿着不凡，刚到嘴边的骂声尽数咽了下去。同学你是？石井。王主任一愣，惊讶地看着面前的少女，不说是这个女孩刚从外面领回来，怎么一点都不像是生活在棚户区的穷，反而像是精心培养的大小姐。林家是汉城市有名的家族，王主任不敢大声呵斥她。说起来，这位王主任很有意思，是个典型的小人，原因无他，会做人。前世有我护着柳依依，王主任可从来没对柳依依吼过，从今日开始就让她体会一下原本该属于她的生活。王主任回过神来，热情地招呼着石井，快坐快坐。石井没有客气，径自坐在沙发上。柳依依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柳依用委屈地看着石井。景儿，王主任有些诧异，你们认识？对啊，我和景儿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王主任看向柳依依的眼神立马变得不一样，脸上也多了几分笑容。以后不要再迟到了，知道了吗？柳依依心中大喜，我会注意的。两人正客套的火热，一道清冷的声音打断两人。王主任，我与这位同学并不是很熟。柳依依面色一变，不可置信地看着他。王主任一愣，惊讶过后，转眼就变成了被人欺骗的愤怒。注意到王主任巨变的脸色，柳依依慌了。王主任，我与这位同学并不是很熟。小景，你怎么能这样？我们可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哼，从小到大占我便宜，我记得，你不用特意提醒。你怎么能这么说？那都是你自愿帮我的。石井嗤笑一声，不回应了，抬眸看向王主任。主任，我很忙。王主任不是傻子，瞧着两人的样子，关系可以说是非常恶劣。我这就叫人来领你过去。10分钟后，一位斯斯文文的老师走了过来。石井看着面前的男子，眼中有了诗意。前世就是这位老师不畏强权的帮助林锦度过了一个个难关。林婉儿几次想要陷害石井，都被窦一潇识破，且教训了一顿。但在林婉儿这群人眼里，他就是故意偏帮石井。几人心怀不满，便给窦一潇挖了陷阱，让他就此断送了前程，还因此出了车祸而死。窦一潇看着面前漂亮的少女，觉得她的眼神有些奇怪，但并未多想。窦老师，这事刚转到你们班的学生石井，你得多多照顾，学习进度赶不上，你得多给他补补。王主任说完后，和颜悦色地对着石井说道：“有什么不懂的，你尽管找老师或者找主任。”窦一潇应下后，便带着石井离开了办公室。一进入教室，众人忽略了窦一潇，自动落到了石井的身上。这位是新来的同学，名叫石井，以后会和大家一同学习。随后，石井径直走下讲台，坐在了一个空位上。等他坐下后，不少人倒吸一口凉气，看向他的目光，有人佩服，有人幸灾乐祸。你知道你坐的这个位置旁边的人是谁吗？石井没有说话，男生继续说道：“我告诉你，你的同桌可是承德学院里有名的校霸，他爸是汉城市的老大，得罪谁可千万不要得罪他，一旦被他盯上，你就等着退学。”男生见他反应平平，你就不害怕吗？他有3头6臂吗？
男生一愣，随即摇摇头。他长得凶神恶煞吗？男生继续摇头。那我为什么要怕他？男生怔住了，一时之间无言以对。下课后，隔壁桌的几位女生围了上来。石锦，你爸妈是做什么的？林氏集团董事长林嘉诚，我便宜爹。周围的学生齐齐愣住了。你就是林婉儿的妹妹。石锦没有回应。开学之前，全校学生都知道了林家真假千金的事，更知道他以前是生活在西郊的棚户区。方才还热闹地围着石锦，转眼功夫，所有人都散去。没想到林婉儿的妹妹会和我同班，真是诡计。我可是听说她在没回林家前是做那种生意的，千万别和她靠得太近，指不定她身上有什么脏病，万一被传染可就惨了。刚刚我离她那么近，现在我都觉得全身都脏兮兮的，好想回去洗澡。这是女生们的议论，至于男生们，又是别有一番景象。我靠，她居然是我女神的妹妹，她抢走了我女神的幸福，即使长得再好看，我也讨厌。听说她很好找，有没有兴趣去？长得这么漂亮，又是林家的女人，如果能泡到手，玩几天也是不错的。林婉儿不好泡，泡她妹妹也一样。他们的议论声很大，并没有机会。石锦想要装作听不见都不行。前世的时候，他们亦是如此，肆无忌惮嘲讽、诋毁。那时候自己不想惹事，不想给爸妈惹麻烦，所以忍了下来。这一次，我不会再忍了。上一世，石锦不想给家里惹麻烦，对同学们的诋毁置之不理。这一世，他不会再忍了。石锦走向诋毁他的男生，我就站在这里，要试一试吗？男生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对着他摇摇头。这一幕发生太快，所有人惊呆了。石锦又走到对面聚集的女生群体，刚刚他们冷嘲热讽地说他全身肮脏，做皮肉生意等等污言秽语，不堪入目。给你们一个机会，道歉。道歉，对你洗洗睡吧。他是在做白日梦吗？依我看，他是活在梦里，哈哈哈。几名女生肆无忌惮地嘲笑。谭静挑衅地说道：我们不道歉，你能拿我们如何？石锦没有说话，而是一巴掌打在谭静的脸上。这一下直接把谭静给打懵了。这个答案可还满意？看着面前的清冷如冰山的少女，谭静心底深处升起了惧意。石锦见她不敢直视自己，又望向叶灵几人。石锦，你这样做就不怕学院的处分吗？石锦从兜里掏出手机，打吧。我只数3声，3声过后，他就是你们的下场。1、2。当他开口数第3声时，叶灵最先绷不住，自己抽了自己一巴掌，其他人自然跟着照做。在扇完自己巴掌后，叶灵的眼睛里满是屈辱的泪水。这样你满意了吗？石锦唇角上扬，继续。你不要太过分了。哼，过分，在你们说那话的时候就不过分了。我与你们无冤无仇，本没什么交集，偏偏你们先要招惹我。既然有本事说，那就做好被人打脸的准备。一直暗恋叶灵的男生纷纷站出来。石锦，你够了，你有必要如此咄咄逼人？石锦看向出声的男生，我咄咄逼人，在他们欺负我的时候就不咄咄逼人。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大家都是同学，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切，同学，我可不敢当。他们在肆无忌惮的羞辱、污蔑我的时候，可有想过我是他们的同学呢？在你义正言辞的时候，可有想过我同样是你的同学？你都未曾想过，凭什么要求我想着？面对石锦的强词夺理，何佑明气得满脸通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没骂在你的身上，你可以大义凛然地说忍让。等哪一天你能做到，再来要求别人，否则，请你闭上你那满口仁义道德的嘴。何佑明被对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正当这时，班主任窦一潇匆匆赶来。怎么回事？叶灵一见着班主任来了，像是找到了靠山。窦老师，石锦他打人，欺负同学，他才刚来就目无法纪，一定要严厉处罚他。周围的人纷纷点头附和。老师，你看我的脸。谭静流着眼泪，要多委屈就有多委屈。面对所有人的指控，石锦沉默。窦一潇看向石锦，你怎么说？他有些不相信，面前的小姑娘温温柔柔的，会有这么凶残。他们欺负我，我欺负回去，就是这么简单。至于他们为什么脸红，大概是觉得说了过分话，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不对，自责得自己打自己。你怎么能这么无耻？石锦一脸无辜地看着他。难道不是你自己打自己吗？石锦打了同学，还露出一脸无辜的样子。叶灵几人气得面色涨红。你无耻！要不是你威胁逼迫我们怎么会打自己？同学，这话可就不对了。我要是让你们吃翔，你们就吃吗？几人被怼得七窍生烟。班长何佑明开口道：窦老师，我们都可以为叶灵他们作证，就是他的胁迫。哼，何同学，那你敢说他们做了什么吗？一字一句复述一下。知道你们同学之间情谊深厚，但是作为班长，起码的良心还得要有。
如果黑心了，可就真的没救了。窦一潇眼神凌厉地扫向叶灵、黄伟几人身上，他大概猜到了一些，应该是这些人说了什么，然后就被石井给揍了。这些欠抽的家伙算是踢到了铁板上了。谭静怨毒的眼神盯着他，那眼神凶狠的恨不得吃了他。我们说了什么？不就是说了一些实话？难道说实话还不能让说了？你敢做，还怕人说吗？哼，实话，我听说你是交际花，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去酒店。我还听说你是你母亲与野男人生的野种。你血口喷人？什么血口喷人？我说的实话，难道实话还不让人说？既然你都敢做，还怕人说吗？谭静听着这段熟悉无比的话，被怼得穷词了。窦一潇开口道：好了，你们几个都跟我去办公室一趟，另外通知家长，叫他们来一趟学校。凡是涉事的几人统统都被带走。很快这件事从学生的口中传开，转眼的功夫传遍了整个圣德学院，传到了林婉儿的耳中。婉儿，你听说了吗？林娜妹妹将他们班的叶灵、谭静他们给揍了，现在已经被叫到了办公室。林婉儿一脸担忧，唉，她怎么还是这么冲动，在家里将我的腿弄伤了。我可以不计较，毕竟是姐妹，但是到了学校里，可就没人惯着她了。啊，你的腿是她弄伤的？没有，我没有这么说。婉儿，你不用替她遮掩了，我们都听到了。林婉儿急忙解释道，那表情生怕他们对石井有所误会。她不是故意的，只是不小心。几人声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道：你啊你，都被欺负成这样了，还替她说话，就她那恶毒的女人，就应该给她一点教训。没错，现在她得罪了这么多人，看她如何收场。另一边，最先赶来的是谭静的父母，当他看到自己孩子脸上的巴掌印后，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是谁打了我家孩子？是他打了我。谭夫人冲上前，抬起手。窦一潇见势不对，挡在了石井的面前，一巴掌重重地落在了窦一潇的脸上。谭夫人一愣，旋即恢复正常。你在袒护他？作为老师，你不主持公道，还袒护这种没有教养的学生，这就是你们圣德学校的教育吗？窦一潇正想要开口解释，就听到身后传来少女清冷的声线。哼，谭夫人真是好教养，一见面就打人，这教养真够好。不知道的还以为谭家不是做正经生意的，而是混社会收取保护费的地痞流氓公司。小丫头，嘴皮子倒是利索。我告诉你，这件事我们谭家和你没完。我女儿一直娇养着长大，我自己都舍不得动一根手指头，到了这里却被人给欺负了。你还有学校，今日不给我一个说法，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谭家有钱，请律师告就行，不用在这里威胁人。你父母是谁？怎么还没来？我倒是要问问你父母是怎么教育孩子的。石井说出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是我父亲的电话，你可以亲自打电话过去，好好问一问。很快叶灵等人父亲相继赶到，唯独石井的家长不见人影，直到半个小时后，林嘉诚才姗姗来迟。一进入办公室，正等得不耐烦的家长们在看到是林嘉诚时，面上的不耐烦立马消失，换上了殷勤的笑容。谭静的母亲见到那些本该与他站在同一个战线上的家长，居然一个个对林嘉诚这么热情，心里大概明白了，这人的背景比他们都强。林嘉诚看向窦一潇，窦老师，给你添麻烦了，不知道我女儿与几位同学之间闹了什么矛盾？什么矛盾？那不是明摆着吗？你们女儿将我们的儿女给打了，这件事无论如何你都要给个说法。林嘉诚这才有功夫打量叶灵几人，均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巴掌印。他对石井沉声道：小姐，和同学们道歉。你都不问问他们做了什么就让我道歉？法官给人判刑还讲证据呢。不管什么原因，动手打人就是不对。我无父无母的时候都没有让自己受委屈，难道现在有了父母反而要受委屈？我无父无母的时候都没让人欺负，难道现在有了父母反而还要受欺负吗？林嘉诚既尴尬又生气。黄伟的父亲立马开口道：林总，消消气，这都是小孩子之间的玩闹，不打紧的，不要为难孩子。叶林的父亲跟着附和道：对，是啊，这件事我们家叶林也有不对的地方，不能怪小景。你们不追究，但我要追究。这是我来圣德学院的第一天，也是刚到班上的第一天。我还没认全在场的同学，这些人就迫不及待地联合起来欺负我。你们作为孩子的父母，是不是该给我和林家一个交代？林家虽然不是4、9成的8大家族，但也不是你们说欺负就欺负的吧？还是说你们对我们林家有什么意见？事先与他们说好，弄出了这么一场。黄伟等人的家长齐齐都惊呆了，叶林等人更是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你的儿子就差当着我的面说要泡我，泡到我之后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很自豪地说能玩弄林家的千金小姐多刺激。黄伟的父亲脸色唰的一下变了，混账东西，看我回去后怎么收拾你。石井又看向谭静、叶灵几人的父母，你们家天真无邪、有涵养、有家教的好女儿，在那里造谣说我是妓女、有脏病，每日如何如何。
男人好似亲眼所见一般，难道这就是上流社会教出来的好教养？林嘉诚脸都黑了，谭静的母亲也没想到自己的女儿能说这种话。你说了没？谭静支支吾吾的不敢吱声。谭静母亲虽然没文化，虽然性格泼辣，但有些东西还是质朴。她一巴掌直接打在谭静的脸上。你都学了什么东西？说的那是人话吗？叶林的父亲走上前，小景，叔叔替叶林向你道歉，回去后我一定会好好教训他。石井看着叶林的父亲，说到底他还是在袒护女儿，并不觉得那话有什么大不了。叔叔不用如此，你没错，不用道歉，要道歉也应该是犯错者，而不是你。这是铁了心要让叶林他们道歉，这可比杀了他们还让他们难堪。黄伟父亲揪着儿子的耳朵，我家这小子嘴巴没个正经的，是他唐突了，快向小景道歉。黄伟不想道歉，但在父亲的逼迫下不得不道歉。对不起。谭夫人看向谭静，命令道：去道歉。你是不是我妈？你女儿被人打了，你还让我向打人的人道歉？你还有脸说你不去招惹人，人家会打你吗？谭静气得眼泪簌簌落下，一脸不服气地对着石井道：对不起，这下你满意了吗？叶林父亲给叶林使了一个眼色，叶林不情不愿地上前：对不起。林嘉诚的脸色稍稍好看了一些。没事没事，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的很正常。这件事说起来，我们家小景也有不对，小景你也应该向他们道歉。石井冷哼一声，直接甩头就走。林嘉诚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但很快恢复正常，对着几名家长一脸歉然地说道：真是抱歉，小景一直还在生着我们的气，到现在还没原谅我们。理解理解。关于石井打了同班同学的事情，所有人都在等着看石井的笑话，可惜最后的结果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石井不仅全身而退，且被打的人还向他道歉，这也太不公平了吧！你们猜我看到谁来了？林婉儿的爸爸来了。我的天哪，我没记错的话，林婉儿的爸爸从来没有出现过，都是他妈妈来的学校。没错，林嘉诚那么忙，怎么可能有空？偏偏这次来处理石井的事，你们说这是不是就是亲生女儿和非亲生女儿的区别？林婉儿听到前面那几位女生的议论声，脸色变得很难看。纪恩生厉喝一声：你们说什么呢？那几位女生看到是林婉儿闺蜜三人组后，神色异常的尴尬。再让我听到你们背后说婉儿的坏话，小心我拔了你们的舌头。林婉儿心情低落的劝道：行，算了，这些人就是欠收拾。林婉儿声音夜哽：爸爸喜欢她是正常，毕竟我不是林家的女儿。李叔叔怎么能这样偏心？我真是看不下去了。你好歹叫了他这么多年的爸爸，难道还比不上那点血缘？你们在这里抱怨有什么用？得想个办法让他在学校里混不下去才行。纪恩生眼眸一亮：西西，你说的没错，你是不是有了什么好主意？快和我们说说。这个还不简单，他现在得罪了他们班不少人，我们大可联系他们，让他们动手就是。林婉儿眸底闪过一抹亮光，面上却是一脸为难。这样不好吧？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你要是一直放任着他，指不定他要到你头上拉屎。放心，不会有什么事的。你可真大胆，敢用大哥的东西，这辆跑车我都不敢碰，你居然开到了学校，真是找死！从学校回到家中，石井准备直接上楼，林嘉诚却喊住了他：站住！有什么事？什么事？你说什么事？你第一天到学校就惹是生非，你想干什么？你去学校是读书，不是让你打架生事。他们不来招惹我，我自然不会招惹他们。如果我今日忍下这口气，那么来日他们只会觉得我更好欺负。我是林家的女儿，林家若是连保护女儿都做不到，那么丢人不仅仅是我，还有林家的脸面。听到他这么一分析，还真是如此。林嘉诚不说话了，没其他事，我上楼休息了。次日，林婉儿早早起床，比平时提前了半小时。秦君婉惊讶地问道：你今日怎么起得这么早？学生会有些事，我得提前去处理。辛苦了。林婉儿匆匆地吃完，朝着王妈喊道：王妈，车子准备好了吗？已经准备好了，只是石锦小姐还没起来呢。如果你走了，石锦小姐就没人送了。林婉儿转过头，无助又焦急地看向秦君婉：你有急事，那就先去吧。林婉儿得了林母的准许，高高兴兴地离开。王妈欲言又止：唉，这让石锦小姐怎么出门？林婉儿真是一点都不放过整她的机会，她以为她这样就能让她难堪，让她吃瘪。当时井下楼时没有看到林婉儿，有些奇怪。15分钟前，小王送大小姐去学校了。那个，要不我骑电瓶车带你下山？不用了，车库在哪里？王妈带着石井来到车库，石井走到蓝色的跑车边，打开车门。二小姐，你这是要……我自己开车去。石井坐上车，关上车门，蓝色跑车呼啸驶出。等到王妈回过神来，暗叫一声糟糕，那辆蓝色的跑车可是大少爷最喜欢的跑车，要是让大少爷知道，可要发飙。当跑车开入学校时，立马引起了围观。这是谁呀？这辆跑车好漂亮，好像是布加迪 LCV 限量版，好像要3000多万。我哥想要买，可是我爸死活不给他买。
开车的人是谁？在众人议论纷纷时，车门打开，石井那精致的容颜映入众人的眼眸。哇塞，这位同学好漂亮，有人认识她是谁吗？在场的人都知道石井，但都未曾见过，自然都不认得。走在人群之中的林婉儿在看到石井时，脸色微变，旋即露出一抹诡异的笑。你可真大胆，敢用大哥的东西，这辆跑车我都不敢碰，你居然开到了学校，真是找死！林婉儿悄悄地拍了一张照片，随后发送给了远在国外的林子敏。几人生几人看着那辆跑车，一个个露出了愤愤之色。于欣欣气鼓鼓地说道：林叔叔真是太偏心了，他才刚回来就给买这么贵的跑车。林婉儿知道他们误会了，但并没有解释。几人声阴阳怪气地说着：这款车可是限量版布加迪，价值不菲，林叔叔可真是舍得，看他那得意样，真想撕烂他的嘴脸。婉儿，你不要生气，这种小人得志的人注定会被人厌弃的。哼，他得意不了多久了。我听说杨子怡要为叶林出头，杨子怡这个人最损，不知道会怎么整他。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一说起这种事，几人脸上满是幸灾乐祸。石井走进教室，朝着自己的位置走去。在石井坐下的瞬间，一条黑影扑向石井的面门。石井反应极快地抓住黑影，准确无误地捏住舌头。教室内的众人都吓了一跳，本该最害怕的人却始终面无表情，神色淡淡。我操，这丫头也太豪横了。她怎么一点都不害怕？杨子怡等人手中拿着录像机，准备将他吓得屁滚尿流的糗样记录下来，上传到校网上。哪知道他们想要看到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杨哥，现在怎么办？他好像不怕蛇。杨子怡对他也服气了，这样子都整不到他。突然，一双冷冽的眸子扫向几人，视线稳稳地落在杨子怡的身上。杨子怡吓得心头发怵，众人就看到石井提着菜花蛇朝着他们走来。正当几人一脸戒备时，石井从他们身边走过，就这么离开了。众人一头雾水。哼，我还以为他要找杨子怡几人算账呢。他怎么可能敢找杨子怡算账？他该不会是提着蛇去找人告状吧？所有人都摸不准他要干什么。林婉儿等人站在不远处，一脸讪讪，真是无趣。杨子怡这蠢货只会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他难道不知道他从西郊棚户区出来的吗？那地方出来的人怎么可能会怕蛇？我还以为有好戏看，真是扫兴。林婉儿作妖想让石井迟到，却不曾想石井直接开车去了学校。杨子怡给石井设下陷阱，但被石井轻易化解。林婉儿眼底闪过一抹失望，不过脸上却是一脸后怕的表情。他没事就好。婉儿他可是抢走你东西的强盗，你怎么还担心起他来？就是，这种人就应该让他明白我们与他的差距在哪里，不要以为进入了林家就是真正的千金了。林婉儿一脸的不赞同，嘴上却什么都没说，更没有呵斥他们的行为。三人正准备离开，就在这时，石井回来了，手中还带着一样东西。杨子怡看着他手中拿着的水管，猜到了他想干什么，还没来得及跑开，就被水枪滋了一身狼狈。杨子怡大声呵斥着：啊，你这个疯女人，住手！周围的人都看傻眼了。那不是杨子怡吗？前面听说杨子怡整人，怎么变成她被人修理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杨子怡如此狼狈。众人看着被戏耍的杨子怡，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是曾经那些被杨子怡欺负过的同学，眼中满是痛快与兴奋。杨子怡真惨。看着这一幕，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痛打落水狗。没想到杨子怡也有今天，这人平日里经常欺负那些书呆子，今日可算是遭报应了。他这次是踢到了铁板，这个新转来的是个狠角色啊！杨子怡听到周围人的嘲笑声，心中羞恼不已，两人的梁子算是彻底的结下了。石井停下了手中的水枪，冷冷地问道：好玩吗？好玩你！突然水枪再次打开，杨子怡直接被突如其来的水直接冲倒在地。王主任大声呵斥着：你们在干什么？目光看向石井，将水关了。杨子怡见王主任、杨副主任等人来了，立马恶人先告状：主任，你要为我主持公道啊！你都看到了吧，这种品行恶劣的下等人就不应该留在圣德。王主任看向石井：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石井拿出了那条菜花蛇，直接扔到杨子怡身上。杨子怡吓得连连倒退。这条蛇就是原因。你那是污蔑，你有证据吗？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针对你？反倒是你就像是一条疯狗一样，无缘无故发疯咬人。主任，你们看看，这个人不仅恶人先告状，还信口雌黄，这样的人我们圣德绝对不能留，应该立刻马上将他赶出去。石井压根没有与他费口舌，而是走到高晓生身边。你要干什么？东西给我。高晓生一脸懵逼：什么东西？你口袋里的东西。我口袋里有什么东西？不要装了，没必要了。杨子怡几人一脸疑惑，石井直接上前
从黄伟的衣兜里掏出一个录音笔，随后摁下播放键。杨哥，我们快点离开，我担心他去告状，万一王主任追究起来，不好交代。怕什么？他有证据吗？那些人有谁敢站出来给他作证？捉贼拿赃，可不是他上下碰一碰嘴皮子就能定罪。哈哈哈，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他，到时候反咬一口，说他污蔑我们。他提着那条死蛇过去，大概是想让他帮忙作证。哈哈哈！几人猖狂的笑声从录音笔内高亢的传出。高晓生见杨子毅投射而来的阴恻恻目光，吓得脸色骤变。不是这样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那是什么样？你这叛徒！不是的。任高晓生如何否认，杨子毅几人都不相信他的话。高晓生欲哭无泪，他是真的不知道那只录音笔怎么会出现在他的口袋里。石井看向王主任，这就是证据。正如杨同学说的那样，像这种恶人先告状、信口雌黄，这等品行低劣的人就应该赶出圣德。杨子毅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一直未曾开口的副主任杨平开口说道：这件事是杨子毅的不对，但是您可以告诉老师，学校自会处理他，但你直接用水枪扫射同学，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不觉得学校能对他做出公平公正的处罚，毕竟杨主任与杨子毅是姑侄关系。杨主任正要发怒，又听到他说道：刚刚我从周围的同学们口中得知，这位杨同学平日里可没少欺负人，可瞧瞧咱们这杨公子还能如此肆无忌惮给我设陷阱整蛊我，可见那些处罚对他而言不痛不痒。作为老师，作为学校，什么最重要？不是所谓的成绩，不是什么升学率，而是教他们如何做人，育才先育人，这么简单的道理，杨主任不会不懂吧？我不是在整他，而是在教他做人，是在挽救他的未来，不让他误入歧途。杨主任，你不用太感谢我。杨主任被对得颜面尽失，面色很是难看。王主任适时站了出来：好了，双方都有错，互相道歉一下，这件事就算过了。你有错在先，你先向石锦同学道歉。杨子毅桀骜不驯，冲着王主任吼道：开除我，我也不会道歉。继而恶狠狠的目光看向石锦，想要我道歉，等下辈子吧。哼，想让我道歉，等下辈子吧。说完后，杨子毅傲气的转身就走。杨副主任，你看，就这样品行恶劣的学生，圣德留着只会败坏名声。站在学院的角度，我由衷的希望好好教育教育这种学生，姑息只会害了他。杨平气笑了，他当主任这么多年，第一次被一个学生教训。您很好。杨平走了，而王主任却是头疼的看着石锦。以后不许再这样了。好呢。王主任摇了摇头离开了。石锦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就在这时，一位青年走了进来。我操！今天太阳打从西边出来了，他居然来了，有人要倒霉了。班上的同学下意识看向石锦，眼中带着幸灾乐祸。叶宵走到石锦面前：喂，你坐了我的位置。那才是你的位置。叶宵看向石锦手指的方向，那里的确是他的位置。跟随在叶宵身后的小弟一脸不爽地冲着石锦吼道：喂，你现在坐的位置也是我们大哥的。他是长得3头6臂，还是有2个屁股、2个脑袋，需要用2个位置才能装下他。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你要做就做，不做出去，别妨碍我学习。叶宵身后的小弟眼露凶光，准备冲上前教育他如何做人，而叶宵却制止了身后的人。呵呵，有趣。叶宵慢悠悠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不少人眼露失望。他们本想着有一场好戏看，哪知道会是这种结果。下课后，石锦刚一进入食堂，就见着前方围着几名少男少女，其中一人正是柳依。她一脸窘迫地站在那里，手足无措。你有没有搞错？说好了请客，却没钱，你这是在故意耍我们玩吗？没钱就不要装什么大款，穷不可怕，可怕的是还没自知之明。前头还一脸信誓旦旦的说有钱，没想到啧，这牛皮都吹上了天。柳依被他们说得面红耳赤，她哪里知道这里的菜这么贵，一道菜可以抵她半个月的生活费。她只是想要融入他们当中，没想到代价这么大。在她不知如何是好时，眼角的余光瞥见了走进餐厅的石锦，眸光一亮。小锦，围在柳依身边的几人目光落在了石锦的身上，有人低声问道：那个人是谁？不认识。他认识的人自然是他那个圈子里的穷人。柳依快步走到石锦的身边：你有带卡吗？我今天身上的钱不够，你能帮我垫付一下吗？石锦心头冷笑，前世石锦帮他垫付过无数次，但从来没见他还一次。有卡。柳依心中大喜过望，可算是有救了。对，你卡里的钱够吗？别到时候与柳依依一个样，余额不足。这里吃饭可是很贵的，你确定你付得起钱吗？几人声兴奋地对着同行几人喊道：快看，那里有好戏！连城盯着场中傲然挺立的少女，那个穿黄色衣服的女生，你们认识吗？连城，你该不会是看上她了吧？连城，你的眼光不行啊！那种女的，
你都看得上。一旁的林卓然说道：“她长得不错啊，我瞧着不比孙雨欣差。”你们知道那个人是谁吗？他就是抢走婉儿东西，还打了婉儿的那个妹妹凌卓然。你不是说要替婉儿出口气，怎么现在倒是夸起她来了？原来她就是婉儿的妹妹，长得这么漂亮，没想到人这么坏。他现在好像遇到了麻烦。夏雨这群人最喜欢欺负那些穷学生，他的朋友这是被他们给耍了。我们等着看戏就是。刚走进餐厅的夜宵一行人也看到了前方围着的一群人，胡鑫开口道：“老大，你那同桌好像有麻烦了，他们好像不知道30堂很贵吧？真可怜，要出糗了。”夏雨，10斤有钱的，10块钱也是有钱。周围的人轰然大笑，柳依怯生生地说道：“10斤是林家大小姐。”夏雨无情地嘲笑着：“切，林家大小姐，你咋不说她是夜宵的女朋友呢？”夏雨，你还真别说，她真就是林家大小姐，嫡亲的那种哦。夏雨几人一愣，继而想到了林家刚被认回来的亲生女儿。说到林家大小姐，所有人下意识的都会认为是林婉儿，哪里会想到这个刚刚被认回来没几天的亲生女儿